夫人，你刚醒，当心额头上的伤。我没事。明日夫君出殡，我想去灵堂陪他。你真坏啊，还要来这里羞辱你兄长。你如今有了我，又仗着你大哥的身份，必须跟沈清思划清界限。好，好，好，心肝儿，全听你的。混账！你无耻！假死冒充你兄长，跟大嫂在兄长的灵堂上厮混，你猪狗不如！你既已知晓，便识趣些。我可以肩挑两方，让你在侯府继续安度。既已知晓，便留他不得。肩挑两方，我可不允。不行，可她还怀着。我也怀上了你的孩子。真的？夫人，放开夫人，放开夫人，放开！我跟你拼了！快这样，我去，不行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混账！你答应过我父亲会照顾我。你父亲？那我就在你死前，我不妨最后当一回好人吧。你们沈家的覆灭，并非偶然，是我。找死！王爷，沈清此时殉情。阿紫，我家鸡犬不留。我本不信神佛，但现在我愿余生常伴青灯，求佛祖保佑沈清思生生世世皆如意。我竟重生回到霍云亭的灵柩回京之前，为了朕，刘若兰，我定让你们不得好死！母亲，云战离世2月有余，我留在侯府，日夜笃护私人，一起与云战的种种，便恨不得随他去了。母亲，我实在是受不了这样的日子，特来向母亲求一纸放归书，放我离开侯府，求母亲成全。青瓷，青瓷，你别胡思乱想，安心养胎，待孩子平安降生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血脉嫡孙，前世我便是为了孩子留下，可最终却落得凄惨下场。母亲，我心意已决，还请您成全。你自视体大，
待云婷从边关福临归来，我与她商榷之后，再定夺。霍云婷，真正战死沙场的是大波哥，有名侯霍云婷，而那个福临祸心的人是人面兽心的霍云战。青子，等霍云战回来时，行，那就等，正好把我沈家覆灭的原因查清，报了前世的仇。青子，好，都听母亲的，那就等侯爷回来再商量吧。哎，好，好。小姐为何要离开？沈家蒙冤落难，如今沈家已经没了，小姐若是离府也无处可去。虽然将军战死，但你怀着他的血脉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霍家也断然不会薄待小姐。婉晴，霍云战他骗了我。小姐，此话何意？战死的根本就不是霍云战，而是霍云婷。什么？他们以我腹中孩儿为由，不让我离开侯府，那我就坚决不能留着这个孩子。婉晴，去给我煎一副堕胎药，我要剁掉他。前世他说过，沈家的事是他干的，虽然没有说完，但那副嘴脸绝对脱不了干系。这书房他待得最久，怎么会一点痕迹都不留？王爷，霍尔夫人的丫鬟从黑市买了堕胎药。什么？千真万确，属下为了确认此事，还特意去了趟永宁侯府。不对，如果阿慈要殉情，那没必要先堕掉孩子。他究竟要做什么？王爷，派暗卫守着他，随时向我回禀他的情况。是。迎真西大将军回家！迎将军回家！这痛失挚爱兄弟的模样，演得太逼真了。说我没有前世的记忆，还真要被你骗了。落！二弟，是大哥没有，为什么死的人不是我呀？如果可以换你生还，大哥愿意以命交换啊！丈儿，不想看渣男演戏，不想给霍家人哭丧。二夫人，婉晴，你现在就去看看，他除了灵堂还去了哪里，见了什么人，做了什么事。是。小姐，那人就是个人渣，为府安顿好灵柩后，立刻去了主院，还给侯夫人送了许多东西，绸缎首饰装了好几箱子。走吧。小姐去哪儿？去听墙角啊。小姐万不可呀，万一被人发现了。发现了又如何？我倒是要看看他是如何与他的好嫂嫂情深意切。爷，给我个孩子。痛，自然是痛，
但更多的是深入骨髓的恶心和滔天的恨意。文清，去煎药吧。我与他没有母子缘分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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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流了好多血，你这样下去会不行，我要去请大夫。不许！霍元湛，我要让你霍家断子绝孙！王爷，他们主仆2人，还有这院中的所有人，2个时辰内都不会醒来。李太医，快给他诊治，不要老是病根。是。阿紫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王爷，他陨落干净，但需要调理身体。叶落，安排一人在厨房，每日给他炖滋补药膳，不让永宁侯府的人知晓。是。侯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弟妹，我有事想与你说说。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。弟妹，我听母亲说，你想要李府。是，云湛离世，妾身日夜睹物思人，痛不欲生，李府才是最好的。胡闹！你怀着云湛的骨血，我说让你李府，9泉之下的云湛如何安心？霍云听死了，你不仅顶了他的爵位，还睡了他的妻子，你怎么不问问9泉之下的霍云婷如何安心？弟妹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为了孩子，你得往前看。你若是住在这里，会睹物思人，那我给你换院子。你若是放不下云湛的话，那可以把我青子有倾世容颜，她本是我妻，我可以同时拥有她和柳若兰。我愿做云湛的替身，你的孩子我一定视如己出，绝不让你们母子再受半分委屈，可好？侯爷请自重，有昂弟尸骨未寒，你说这话实在是猪狗不如。你，放你走是断然不可能的。哼！做你的春秋大梦。小姐，他欺人太甚，竟说出这样的混账话。他倒是打了一手的好算吧，简直痴心妄想。小姐，你的孩子已经没了，为何您不说？我为何要说？既然我这孩子没了，自然不能白白没了，总要有人为他的死负责。小姐是想……他们不是想让我安心养胎吗？那我便好好养着，直到我的孩子被什么人所害。小姐，可是他们不让您离府，您准备怎么办？我朝夫君亡故100日后，妻子可另嫁他人。如今离100日除服还有40天，我先找好合适的人选，待时间一到，直接再嫁。再嫁？他要再嫁？是的，已经让丫鬟去给官媒递话了。太好了，你立刻去找官媒，人只能嫁我楚姬臣。阿紫，既然你有意再嫁，那这次我绝不愿再错过。是。我该准备什么样的聘礼呢？
先写下来。我楚继晨一定要给他一场盛大的婚礼，他沈清慈值得。瘸子，就别来军营呀！这敌人来了，我们是该迎敌还是该救你啊？腿不行就回家种田，别来军营混饭吃啊！祝贺你！起来，起来，来呀，快点！这都让开！站起来！男子汉流血不流泪，一点小伤算什么？我爹说过，军营里最看不起的就是孬种。你虽然腿脚不好，但只要肯努力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用实力让他们闭嘴。来，阿图，听说你受伤了，我来给你上药。坐。你好厉害呀，阿图！听我爹说，这次的突击战有你步兵排将，大获全胜啊！阿慈，等一切平息，我可以恢复身份后，我一定要风风光光的迎娶你。我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将来要离开侯府，我的嫁妆要握在自己手里才行。走，我们去找老夫人。战儿，你还要瞒到什么时候？青瓷为了你殉情2次，而你夜夜歇在若兰房里，你可为青瓷考虑过？老夫人叫他丈儿，所以他也知道这件事。娘，青瓷比嫂子坚强，待她生下孩子后，我就向她提出先挑2房。先挑2房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如此一来，我既可保全侯府与丞相府的姻亲，又能名正言顺地照顾她和孩子。可青瓷会愿意吗？她已嫁人生子，我愿兼挑2房，她有什么理由不乐意？我们走。也罢，只是战儿，你一定要守住这个秘密。青瓷性子倔，我怕他知道了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娘，你放心，我是最了解他的人。我和他成亲这么久，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神府的事情。我没有猜错，果然沈家覆灭跟霍云战有关。此事以后万万不可再提起，万一出现了什么差池，那人怪罪下来，我们承受不起啊！我知道了，娘。好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去灵堂，在最后陪你大哥一程。那人是谁？能让霍家人这么惧怕，定是身居高位的人。霍家还有你们背后的人，我沈青瓷对天发誓，你们知仇不报，誓不归人。沈伯父，我自是相信您的风骨，断不会做出通敌叛国之事。但就怕有小人污蔑陷害，我得到消息就立刻赶过来了。你们还是赶紧逃吧。老夫从未做过那些事，问心无愧。一旦逃离京城，便会被认定做贼心虚。我不走，不走！爹，伯父，既如此，就请您答应，让青瓷提前与我完婚吧。若是沈府无碍更好，万一沈府出事，也可以保全青瓷一命。老爷，我看这个办法行。2个孩子本就定了亲，提前完婚并无不妥。我不嫁，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成亲呢？哎呀，爹爹，你光明磊落，我相信一定会没事的。青瓷，可无风不起浪，如今圣上一起一心。嫁，青瓷，你先出嫁，如此
爹娘也能更安心的救出那些见不得光的鬼。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！皇上派人围了将军府，并且从书房里搜出不少和帝国皇帝的来往书信。皇上震怒下旨，满门抄斩。什么？小姐，夫君，我爹娘。证据确凿，虽然我相信岳父是清白的，但是神府满门一惊。青子，你放心，我定会探查清楚真相，帮神府平反。小姐，沈家战功赫赫，若没出事，沈家不是能成为霍家的倚仗吗？他们为什么要害沈家？我也想不明白，沈家3代良将，仅凭一个霍家想要扳倒沈家绝无可能。他们背后的人到底是谁？趁我还在永宁侯府，我一定会查明真相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沈家都能被他们害到灭门，如今只有我和小姐，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除了在校期，我们要查明真相之外，我们还需要找到一个大的靠山，一个可以压制永宁侯府的靠山。啊？怎么找？文清，你去找张媒婆，就说我指下位高权重的人。是。小姐，先别急，先喝水润润喉，有话慢慢说。小姐，我去找张媒婆，正好她也准备来给我们送信。是谁？摄政王楚继禅。就是那个权倾朝野，连当今圣上都要看他脸色行事，手段狠厉，神秘莫测的传奇人物。他为什么会愿意娶我？说是摄政王以前在南疆战场上受了重伤，伤了腿脚，如今只能坐轮椅，还说他那方面也有影响，无法人道。身有残疾，正合我意。摄政王权倾天下，他是我筹谋复仇最大的靠山。小姐，你说摄政王会不会另有目的？只要他能助我报仇，什么条件我都接受。王爷，怎么样了？张媒婆那边来回话，说是同意了，只是再嫁要等他100日中宵过去，他不想惹人非议。好，30多天，本王等得起。这个是我暂时想到的聘礼清单，先让管家准备。我的王爷，您可是权倾天下的摄政王，别这么恨娶好吗？虽然夜夜有柳若兰陪伴，但我心里还是有些想念青子的温柔乡。不知她是不是也很想我？小姐，早点歇息吧。婉清，我想回沈家看看。小姐，你万万不可呀！以前将军说过，皇上怀疑沈府有同谋，盯着沈府的人还没撤，你贸然前去，万一被发现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婉清，我实在是不相信爹爹会叛国。方才我突然想起，之前爹爹查阅风声不对时，就已经开始暗中调查幕后主使。他曾说过查到了一些线索，但是未曾说明证据藏在何处，所以我必须回去看一看。小姐，不可呀！你这样贸然前去，太危险了。那老东西居然已经查到了证据，绝不能让他落到别人手里。现在钩子已下，我今晚就去沈府等着，看他上不上钩。他果然来了。霍云战，我定要查明一切，让你和霍家
千倍万倍偿还。可恶，那老匹夫把东西藏在哪儿了？谁？混蛋，又被发现了。摄政王。已经让我的侍卫叶落引走他了。多谢王爷相助，可王爷怎么会来这里？你跟踪我？并非是我跟踪你，而是永年侯府有我的人。果然是权倾天下的摄政王，哪里都有他的人，怪不得满朝文武都怕他。为何深夜来此？我和他已定下婚约，而我又想借他的事助自己复仇，那我就不能对他有隐瞒。我怀疑霍家与我沈家被污蔑叛国之事有关，所以我白天特意在霍云亭面前提起我爹可能在沈府留了证据。他果然来了，现在可以完全确定就是霍家害了我沈家，但他背后究竟是谁指使？到底要怎样找到替沈家昭雪的证据？我必须留在霍府查清楚。自沈家出事，我也一直在调查。这些年，也拿到了一些证据。真的？等我把事情调查清楚了，掌握所有证据后，我就和你一起为沈家昭雪铲除奸臣。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他要娶我一个寡妇，目的是什么？阿紫，我只想快点娶你进门。王爷，现在已经夜尽，宫门也已上锁。本王要入宫，还要看时辰。今夜，本王要亲自写一纸赐婚圣旨拿给他。虽然婚事仓促，但我绝不会委屈他。听说几日前，阿紫就提出想离府，但却被老夫人和永年侯拒绝了。有了赐婚圣旨，我看谁敢拦他。皇叔，怎么半夜入宫啊？皇叔这是在写圣旨，看不出来啊？皇叔写的是什么圣旨啊？赐婚圣旨。本王想成亲了，不行啊？原来是赐婚圣旨，不知是哪家贵女，让皇叔如此牵肠挂肚，急得半夜下赐婚圣旨。保密。待本王成亲的时候，你自然知道。皇叔慢走。出其之恩，真想杀了他！陛下可不能乱说话，小心隔墙有耳啊！摄政王一手遮天，我这皇帝做的可真晚，我迟早要将那个阴质的残匪给千刀万剐。传刘美人和王昭仪到太极殿，一同侍寝。是陛下。接下来我要谋划将肚子里孩子的死栽赃给霍云亭或柳若兰。侯爷，你怎么来了？若兰她流血了，你能帮我去瞧瞧吗？我已经命人去请了城中的女大夫了。大嫂流血了，是受伤了吗？府中不就有府医吗？她是下面流了血，我不知道是我方才动作太过猛烈，还是其他原因。这府医是男子，更是不方便呀。你快去看看，是不是怀孕导致的落红？死渣男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把儿弄死在床上就好，还来恶心我做什么？流血，动作太猛烈，这都是什么阿杂事？弟妹，好，我去看看。好，快！
小姐，我倒要亲眼瞧瞧这对奸夫淫妇还能在我面前演什么惊天大戏。打扰弟妹了，本不该为这等私密事叨扰弟妹。毕竟房事激烈而出血，着实难以启齿。听说女子孕初期，脉象未显时，亦可能见红。弟妹有身孕，有这方面经验，所以才不得不让云婷将你请来。刘若兰，你这种嘲讽又挑衅的眼神，简直再清楚不过了。你早就知道她不是霍云婷，而是霍云战。沈青瓷，你是他妻子，怀着他的种又怎样？他为了攀附我柳家，宁可冒充别人，也要夜夜与我缠绵。在我面前，他不知有多勇猛。嫂嫂，上一次月信是何时？是月初，离下次还有大半月呢。侯爷他回府没几日，大嫂即便当真有约，那也不会反应的这么快。至于这见红缘由，我非医者，委实不知。唉，是吗？我还以为这也是有孕之兆呢。真可能只是先前太激烈，不小心伤着了。那我等大夫来瞧吧。有劳弟妹了。欺人太甚，无耻至极！假死归来，顶替兄长身份，与自己嫂嫂跌轮倒凤，不知廉耻，竟还敢因闯子之事来许小姐。看来他们是迫不及待想要个孩子，彻底坐稳这侯爷之位。小姐，这种狗男女根本就不配拥有孩子。对，他们不配。按前世的时间，刘若兰要下月才能怀上，我要趁刘若兰尚未有孕，先下手为强。我有办法，能让一个男子断子绝孙。啊！让一个男子断子绝孙？小姐，直接嘎了他的蛋，让他做太监。我是说我有个方子，可从此令男子不娶。这药方我有，只是里面有几味药特别难选，如果摄政王在就好了。沈姑娘，属下叶渊奉摄政王之命而来，药方指使尽可交给我去办。你是摄政王的人？难道这就是摄政王在侯府安排的人？好，我这就写给你，务必小心。刘若兰已知晓一切，她嫉妒我怀了身孕，今晚才会故意在我面前炫耀他们闯子之事。那我就利用她的嫉妒，刺激她动手，把腹中胎儿的死栽赃嫁祸出去。王爷，沈姑娘开的断子绝孙药方，在下稍做了些许改良。此药使用之后，并不会影响正常的房事，但绝对不会让女子有孕。大概6天左右，便会彻底不举。阿紫还是太心慈手软了，不过有进步，至少已经开始学会反击了。叶洛，你把药送过去。是。王爷和未来的王妃都是狠人啊，把前夫哥的子子孙孙全掐死在腹囊中。没关系，一切都是为了复仇。就算再恶心，我也能陪霍云婷继续演下去。云战，你还记得我们去年一起酿下的这壶桃花酒吗？你说你会年年陪我酿酒的，可你怎么就食言了？他在想我。你走了，留下我一个人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云战，
大善，你为什么不入我的梦？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，忘记我了？来呀！这恶心的戏终于可以结束。云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侯爷，侯爷实在对不住，我刚才喝醉了酒，认错了人，还请侯爷恕罪。云婷，你与弟妹怎么在这里说话？弟妹怎么还这般模样？大嫂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刚才看到了桃花，就想起了亡夫，一时多饮了几杯。刚才是一时醉糊涂了，我脚下不稳险些摔倒，还好侯爷扶住了我。要是真的摔了这一跤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恐怕都要跟着遭殃了。多谢侯爷。弟妹不必客气，我是云战的兄长，保护他的孩子也是我的责任。一唱一和的就能骗过我？刚才你们之间的暧昧，我瞧得一清二楚。弟妹，这里风大，你又喝了些酒，我先送你回去休息吧。多谢大嫂。弟妹，过几天我想去普陀寺上香，为侯爷求子嗣，不知弟妹可有兴趣同去？不瞒大嫂，我也想去庙里为云战点一盏长明灯，求菩萨保佑他来世能平顺安康。那我们一同去。鱼儿上钩了。打听到了吗？小姐，那柳若兰简直不是个人，她要彻底毁了你啊！她准备怎么做？回城途中让人扮山匪掳走小姐，不仅除掉你腹中胎儿，还要让你身败名裂。除掉孩子倒是正合我意，她想要毁我清白，做梦。小姐放心，我一定办妥。沈姑娘，李太医不仅配齐了药，还制成了药丸，属下昨晚便已下在那人的茶水中，看着他喝下茶水。李太医，这药妙啊！不是一次就不行了，这样就不会让人怀疑被下了药。阿弥陀佛，此佛珠经佛法加持，愿护两位施主平安顺遂，心想事成。阿弥陀佛，多谢方丈。弟妹，我想去主殿，你呢？正有此意，听说长明灯也要去那里点。这些台阶可以了。我的佛珠！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样了？怎么？肚子好痛！不行！血，好多血啊！血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！怎么会这样？我是要除掉沈清慈，但不是现在，更不该是在这里。求求你们，救救我的孩子！求求你们！快请大夫，寺庙中可有大夫？天哪，这夫人好像怀着孕，流了这么多血，这孩子恐怕是保不住了。我看见是台阶上那位突然转身把他推下去的。不是我，是佛珠断了，我要去捡佛珠。场地上的不是征西将军的遗孀吗？听闻他2次续集，因为有了孩子才撑过来的。现在孩子没了，那他岂不是？推人的是他大嫂永宁侯夫人，我认识。让一下，我就是大夫。摄政王怎么来了？
是摄政王。摄政王？立刻准备马上下山。是。传太医来王府候着，若有半分差池，提头来见。是。王爷，你可知道你怀中抱着的人是我弟妹征西将军的遗孀？王爷还是把她交给臣妇吧，王爷这样可能会惹得弟妹招人非议。孩子，救救我的孩子！本王当然知道他是征西将军的遗孀。征西将军2月前为国捐躯，本王见他遗孀重伤小产，带他下山寻医，有何不可？可我是他的大嫂，理应我带他回侯府，这才最妥当。这里所有人都看见，你刚才推他下台阶，你处心积虑要害他。本王将他交给你，那他还有命可活吗？可礼法规矩不合，况且我根本就没有推他。滚！我认识他推的，摄政王爷都看见，总不能王爷污蔑他吧？人就是他推的，大家都看见了。若让他送人回侯府，那不得半路毁尸灭迹啊！我没有推他，是我手中的佛珠断了，我只是捡佛珠时没站稳，谁知道他离我这么近的？哼！走，散了。回去。贱人，他怎么就这么好运气？碰到摄政王多管闲事。夫人，现在该怎么办？马上下山，进了城你就先去丞相府。这件事情关乎我侯府夫人地位能不能保住，让我爹务必去侯府一趟。是，夫人。王爷，会医术。你的脉象。王爷，完了，千算万算，没算到摄政王会去普陀寺，我提前安排好的大夫用不上，不能帮我坐实落胎一事。现在被戳破，摄政王对我并无恶意，不如和盘托出，正好揭示将柳若兰害死孩子的罪名，定死。王爷，孩子在霍云站棺材送回府内晚，我就喝药流掉了。刚才在寺庙那一出，也是我为了将孩子的死嫁祸给柳若兰。很痛吧？虽然你不是在寺中摔掉的孩子，但也很痛吧？疼。但我不后悔，他是从我身上剥离下的一块肉，身体痛，心更痛，可我绝不回头。方才从石阶上滚下来，一定也很疼。你想要柳若兰怎么死，我可以。我想自己收拾她。霍云战并没有死。阿慈说什么？霍云战没有死？阿慈与霍云战感情深厚，若是霍云战没有死，那我与阿慈岂不是再无可能？死的人是霍云庭，霍云战顶替了他，成了永宁侯。他为了柳丞相的事，与柳若兰夜夜缠绵。想想我因他的死而肝肠寸断，简直就是一个笑话。霍家、霍云战、柳若兰，你们竟敢如此欺他，我定要你们付出代价！王爷，我素来就是受不了一点背叛和欺骗的人，在我得知真相时，我就已经放下了他，弃了他。王爷，现在知道了我所做的一切，可还愿意娶我吗？只要你愿嫁，我就愿娶。但是你要想清楚，
霍云战没有死，你嫁给我之后，就再无回头路，我绝不会轻易放手。王爷放心，我也绝不回头。前世种种和沈家冤情，我回头也只会是为了杀了你。我当众把你带走，这事儿就与我扯上关系了。你要我如何配合？刘若兰定会赶回侯府，颠倒黑白把事情说了后，侯府的人定会去王府接我，到时候还请王爷配合。王爷，到王府了。唱戏就要从头到尾都唱好了。你先前那副模样，现在怎么可能有力气站起来？是我抱你上来的，自然也应该由我抱你下去。可是王爷，您的腿能行吗？他至于我不行？我的意思是，王爷，我怕伤到您的腿。无妨，我的腿伤早已痊愈，无碍。如今只是没有知觉，何况又不是第一次抱。来，哇，摄政王好像真的很在意小姐。太医可到了？李太医到了。好。不用担心，李太医是我的人。李太医，他先前从台阶上摔下来，导致的大出血流产。是，王爷，您所言正是。这位夫人是腹部受到重创，导致腹中胎儿不保。那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流产后致使失血过多，需要好好的静养，其他的并无大碍。他身上也有许多摔伤，开些跌打损伤的药，要最好的。是王爷。王爷，刘若兰手中那串佛珠是我动过手脚后安排方丈给她的，不过我收买方丈的时候，还是让婉晴装扮成了刘若兰的丫鬟碧桃。需要我做些什么？我已经安排人在普陀寺盯着，特请王爷派人去将那方丈带回来，等永宁侯府的人登门的时候，再让方丈出面。好，都听你的。王妃使唤我，倒使唤得挺顺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我倒是觉得你使唤我挺好的，而且这个人会使唤我，这反而说明夫人对我还算信任。王爷，小姐，叶侍卫见你衣裳被血浸透了，家人准备了干净的衣裳。衣裳不用换，这衣服上的血必须让侯府的人好好瞧瞧。好，那就不换，先放着吧。等你嫁进府就可以穿了。他好像有点喜欢我，不可能，他可是摄政王啊，我怎么可能有这么荒谬的错觉？王爷，永宁侯带着侯夫人、老夫人协同柳丞相一同到了府外，要求见王爷。带他们进来，叫李太医也过来。是。我先去会会他们，
我们就在院子里。夫人，这个房间可是个看戏的好地方。王爷，这个有眼无珠的狗东西，我无数次想杀他夺回阿紫，但怕阿紫伤心又下不了手。很好，他为了权势自己死了。摄政王这样看着我，这是……王爷，王爷，弟妹她怎么样了？王爷，我那儿媳和她腹中的孩儿现在如何了？李太医，下官见过侯爷、老夫人。将军夫人因从石阶上滚落下来，这是孩子流产，现在因为流产之后大出血，身体极其的虚弱，至今仍昏迷不醒。怎么会这样？这就要问问你们侯夫人，为何当众推将军夫人？不是我没有推他，当时佛珠断了，我弯腰时没注意，他就站在我身后。好好的佛珠，好巧不巧，在那台阶上断了。侯夫人，莫不是把大家都当傻子了？王爷，我所言句句属实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本王子撒谎了？臣妇不敢。可是，王爷与我弟妹可是旧识，为何在普陀寺我弟妹受伤，王爷那么紧张，如今又为了弟妹处处针对我？大胆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王爷针对？我只是比较疑惑，到底是本王着急，还是侯夫人太不着急了？当时在场的人数众多，有人急切找大夫，有人找方丈，只有侯夫人冷眼的看着。我只是被吓着了，所以没有反应过来。征西将军战死战场，是大周的英雄，英雄的妻儿不该被侯夫人污蔑、清白和残害。王爷息怒，若兰被诬陷陷害自家弟妹，一时情急，口不择言了。柳相的意思是，本王污蔑陷害他。王爷不是这样的，那是在怪本王多管闲事了。王爷息怒，事关将军夫人清誉，本王便多说几句。世人皆知，本王在7年前残了腿，且无法人道。侯夫人做的那些龌龊事，根本就站不住脚。王爷息怒。柳相，本王像是那么大度的人吗？逆女！你性子直，当着王爷的面也不能想什么说什么，还不快求王爷赎罪！求王爷息怒。王爷，乌娜方丈，你可知今日给的佛珠酿成了大祸？贫僧略有耳闻。将军夫人今日腹中的孩子已经没了，这一切皆是因为你的佛珠，你可知罪？请王爷明察秋毫，那佛珠不是普陀寺的东西，而是侯夫人昨日让人带来2串佛珠给贫僧，让贫僧分别将佛珠给侯夫人和将军夫人。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！我没有派人找你，更不曾给你佛珠。兔下人不打诳了，昨日给我佛珠的人就是他。这就是装佛珠的盒子，王爷可以查查。王爷，这盒子上有城中檀香阁的标志。查，把将军夫人那串佛珠一并带去。是。不，奴婢没有，奴婢昨日未曾去过普陀寺。侯府也派人一同去吧，毕竟这件事事关你们侯夫人。
你们都起来吧。谢王爷。王爷既然也说这是侯府的家事，是不是让永宁侯把将军夫人带回去，再详查此事啊？是啊，王爷。今日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侯夫人伤人致人小产，就是蓄意谋杀。谋杀的还是朝廷功臣的遗孀。刘相，这种事并非是家事。我没有。将军夫人在昏迷前还哭着说未能护住征西将军的血脉，本王要去求陛下，给他一个公道。既然侯夫人有意见，那不如抬着她去陛下面前告个御状。不可！王爷说的没错，我要进宫告御状。天哪，这是流了多少血呀！云战离世，我便要随他去。可是你们大家都劝我，要为了孩子坚强。孩子是我唯一的希望和寄托呀。可现在，孩子没了，你们只看见大嫂撞倒我。可只有我清楚，他是希望我踩中滚落的佛珠意外摔跤。你见我停下，便假借剑佛珠的动作，趁机撞倒了我。你撒谎，是你谋划的，是你故意陷害我！若兰，当着本王的面伤人，侯夫人胆子倒是越发大。陷害你，云战死了，这可是我和云战唯一的孩子。我用孩子陷害，用这种借口为自己开脱，当大家都是傻子不成吗？他们已经信了我的话，我不清楚你为什么连一个姨父子都容不下。难道你之前说羡慕我怀了孩子，其实根本不是羡慕，是嫉妒。你胡说！其实你是怕我生下霍家长孙吧？可只要大哥不把孩子过继到他名下，就根本威胁不到你未来的孩子。夫人，侯府后门抓了一名男子，他说他是来找碧桃的。被我们恐吓后，就招出碧桃让他们假扮山匪，在回城路上掳走二夫人，毁她清白，再除掉她肚子里的孩子。什么？竟然还想毁我清白！侯爷，属下已查证，此人确实夜里来过侯府，说是找侯夫人，半个时辰后离去。王爷，檀香阁的伙计说，今儿天不亮，碧桃就去买2串佛珠，还要求佛珠拿在手里不到1刻钟就会散掉。那也不能说是碧桃啊。属下找画师，根据小二的描述画了画像。事已至此，人证物证俱全，大嫂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？不是我没去过檀香阁，不是我，是有人冤枉我，让碧桃和丞相府的人去办这样的事，这么明显，难道我是疯了不成吗？这个沈清慈虽然瞧不出问题，但总感觉他不简单。一边是我的妻子和惨死的孩子，一边是现在的妻子和未来的倚仗，我该怎么办？不行，得先把人劝回侯府。弟妹，事情细节我已了解，放心，我和娘会调查清楚，给你一个交代。你先跟我们回府，
摄政王尚未娶妻，你留在这里不太合适。青瓷，你先回府。若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处置令你不满意的话，你就算是去告御状，我绝不阻拦。好，今日我就最后再相信母亲和大哥一次。若没能给我的孩子一个交代，我就一头撞死在侯府大门口。今日之事，多谢王爷。他日我定亲自送上谢礼。弟妹，今天确实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放心，我说到做到，这个事情我一定查清楚。只是，弟妹，你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这是回到府中立刻就换嘴脸吗？我知道你失去孩子十分伤心，但你不该让摄政王插手这事。现在闹得人尽皆知，这对我们侯府的名声真是……夫人，真是欺人太甚了！一个害我害儿，一个事后为他开脱，你们不就是气我没有丈夫可依吗？弟妹，我不是……滚！都滚出侯府去！不让我死给你看！好，我走。那你先好好休养身体。滚！婉清，我有事就带你去办。你去这，然后之后是。打胎、改嫁、嫁祸，接下来就该搬空侯府，断子绝孙了。小姐，他们实在太过分了。柳若兰用太婆一职，居然就让侯爷同意把她从这件事中摘出来，说好给小姐一个公道。呸！大骗子！别谢，报仇和公道要靠自己来才爽。弟妹，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与你大嫂无关，她是被人陷害了。与大嫂无关？也是，为了权势，这渣男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？是有人易容成了碧桃和那丞相府杂役的模样，谋划了这么一出戏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云战而起。因为云战？是，云战在外面养了一个继子，而这继子也有了身孕。他想为云战留下唯一的血脉，然后带孩子登门，以孩子作为要挟，让我们接纳他，所以便设计了此计，就为了除掉你的孩子。这是为了柳若兰开脱临时安排的，还是他养继子身外事是真的？只是为了那太仆之位，不得不做出牺牲，将那有孕的继子给推出来，替柳若兰做挡箭牌。我知道这事儿你很难接受，我也犹豫要不要告诉你，但我保证过会给你交代。所以，那个女人在哪里？那个女人，我已经带她回来，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，全部交给你来处置。那继子心思歹毒，即便她怀着云战唯一的血脉，我也绝对不会让她生下霍家的孩子。霍云战，这个畜生，他猪狗不如！当面听别人咒骂自己又不能反驳，这滋味真是不好受。贱人，你的丈夫死了，跑来勾引我的夫君，害死了我的孩子，我还没找你算账，你还来污蔑我，我跟你拼了！你们都别打了，青丝他没有勾引我，我都看到了，你搂着他。好啊，你们夫妻二人联手害我，霍云战欺我骗我，现在我孩子也没了，我不想活了，我不想活了！别打了！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你快醒醒，你别瞎奴婢啊！侯爷，你怎么能对一个刚小产的虚弱妇人下重手呢？我根本没挨到她呀！快去向大夫给你家二夫人瞧瞧。沈清慈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是装晕的。侯爷，侯夫人，你们是要逼死我家小姐才能罢休吗？难道你们就不怕摄政王等不到小姐上门致谢，然后彻查？
哼，行，那我就亲自给他找大夫去。若兰，你为什么非要胡闹？走。小姐，手打疼了没有？没有，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。过会儿让叶渊查一下霍云寨的外事。是。按沈姑娘吩咐，属下已查清一切。那个外室就住在侯府中，她确有身孕，也的确是霍云战的孩子。既然是他的孩子，那这个孩子断不能留。毕竟我说过，我要让他断子绝孙。沈姑娘打算怎么处理？明日我会亲自处理。是。王爷，王妃这是要谋杀亲父啊？还没成亲呢，为什么她不是叫夫人就是叫王妃？我知道你有要事要办，所以才把你放了回来。可你就这样照顾自己的，任他打你？我躲了的，我是为了挑拨他们关系，趁机打他们的。你要打他们，自己要先挨打。没出息。接着。这是圣旨，这是你跟我的赐婚圣旨。赐婚圣旨？那皇上不是知道我们两个要成亲了吗？除了皇上知道，这圣旨除了陛下，丞相可知吗？若柳丞相知道了，那这侯府的人不就全知道了？我的仇还没报完呢。除了你我和叶落，这圣旨再无他人知道。怎么可能呢？我圣旨刚写完，陛下便赶了过来。他知道我要成亲，但是他不知道是你。楚继臣这几句话的信息量太大了，他一手遮天，可以罔顾皇帝的意见，比我想象中的权力还要大。他告诉我这些，是让我利用他的权势吗？圣旨你先收下，好好休息。好，我走了。按我所写的内容，明儿一早，我要让全京城都知道，柳若兰容不下自己的寡妇弟妹，害死将军的姨父子。是，小姐。王爷，圣旨在您手中不是更安全吗？万一被人发现……你以为你家王妃是傻吗？以前她只是没看透，现在看明白了，自然不会守不住自己的东西。王爷真不矜持，还没有进门呢就已经开始叫王妃了。如果不是要守孝百日，恐怕王爷在人家答应嫁时就连夜把人扛回来了。更何况，我把这圣旨交给他，就是让他明白我这滔天的权势，让他能够好好的利用我。我的天，活久见！谁敢相信我家杀人不眨眼的王爷，竟主动送上门让人利用？放着好好的我不利用，竟被柳若兰的贱人给伤了。是，属下立刻去办。
你就是霍英战的外室，你可知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？夫人，月娘知错了，月娘不该因为嫉妒夫人，就找人假扮侯夫人身边的人，蓄意谋害夫人腹中的孩子。侯爷是不是告诉你，我深爱将军，只要你认下此事，就算我再恨你，念在你腹中胎儿是将军唯一的孩子，我也一定不会要了你和孩子的命。侯爷是不是还跟你说，只要你生下孩子，我就会承认，还会抚养？真当我是菩萨呢？既然你害死我的孩子，那我就拿你腹中的孽种来抵命。不要！将军已经过世，我的孩子是他唯一的孩子，侯爷和老夫人是不会让你碰他的。侯爷跟我说了，他说你和你的孩子都任由我处置。婉晴，小姐，让奴婢来，莫要脏了你的手。不，我要亲自来。你给我喝了什么？你害死了我的孩子，我只是拿你的孽种来抵命，一命抵一命。不可能，他明明说你会……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好痛！静美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不是侯爷和婆母说过，他跟孩子都任由我处置吗？还说，就算他是霍银战的孩子，侯府也不会认。难道都是宽慰我的？一命抵一命，这是他欠我的。我是说过，可我没想到你真会这么做呀！侯爷，救救我，救救奴家的孩子！我看谁敢救他！他是杀死我孩子的凶手。我没有，不是我。不是你，那你说说，是谁？流了这么多血，孩子怕是保不住了。这是提醒我，若说了不该说的，我也会没命的。是奴家，是奴家让人做的。婉晴，扶我回去。是的，小姐，他们已经去请大夫了。我已经打点过了，就算胎儿没落干净，大夫也会开药帮上一把。现在霍云战可就真的断子绝孙了。这个沈清姿真是太过分了，那可是二房明面上唯一的孩子了。娘，这怒打伤身，事情已经发生，也只能这样。好在把若兰给摘出来了，待我肩挑两房，青瓷生的孩子还是可以挂二房名下。儿啊，可依青瓷的性子，先挑两房这事儿，我担心他会……娘，相信我，一定可以的，我能够劝服他。眼下最重要的是先让柳若兰怀上孩子，正好青瓷这会儿小产，也需要时间调理身子。也好。爷，你不行。你别多想，我可能是最近太累了，先睡着，明天爷一定满足你。
今天真的是累了，明晚可以吗？好吧。来，一定是太累了，我一定不会有问题。刚才那种抬不起头、力不从心的感觉，一定是错觉。对不起，真是太累了。我可能是白天处理公务太过劳累了。没关系，我能理解。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兰儿，我们睡吧。又疯了！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被谁勾引了？说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？没有，兰儿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我发誓，我始终没有碰过别人。好，那我明天给你炖补汤。夫君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雄风依旧的。李太医的药真是太厉害了！这下死渣男，这该死的侯府真要断子绝孙了，太解恨了。圆圆，沈姑娘，我这有2封信，一封给王爷送去，另外一封按地址送。是。爹娘的老朋友吴老，他仿出来的东西绝对可以以假乱真。这次我要请他出山帮忙。叶落，把阿慈送过来的东西都交到库房去，让刘伯造清册，一定要看管好。是。王妃人还没嫁，嫁妆先来了，王爷的嘴角都翘起来了。叶渊，你拿着我的令牌，阿慈交给你办的事情，去找吴老就行。是王爷。那霍云亭，他还行吗？不行，很不行。彻底不行了。儿啊，你最近身体如何？娘，你是不是听下人胡说八道了？这是为娘让人花重金买下的药品，你今晚服下后再回屋啊！我们侯府早就该开枝散叶，现如今就只剩下了你一根独苗苗，你得尽快有子嗣啊！这样和丞相府之间，我们关系才能够更加的牢固。娘，他今天来阅信了。再说了，这个又不是我的问题，那青瓷和月娘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？那问题在留。后爷，大事不好了！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？门口来了不少百姓，他们感激将军为保家卫民而牺牲。听闻侯夫人歹毒，容不下寡妇地位，让将军绝后，全部跑到门口骂人了。娘，我去看看。沈清慈，是不是你派人造我谣言？什么谣言？沈清慈，你别给我装了，说我容不下寡妇弟妹，还派人来侯府门口大闹。大嫂，你就真的这么容不下我吗？你不妨去问问门房，我自小产回府后，我跟我府中下人有哪一个出去过？反正都是你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出去问问，到底是谁造的谣？门口都是你的人，自然是向着你的。沈清慈，我告诉你，必须给我立刻澄清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。侯夫人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侯夫人，
你怎么能对一个刚小产后的虚弱妇人动手呢？李太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在下是奉摄政王之命前来给将军夫人复诊的。我夫君早逝，孩儿夭折，娘家又没有人，嫁妆也不在我手中，确实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。啊！侯门媳妇的嫁妆居然不在自己手里，若将军还在世没有分家，这话还情有可原。可如今将军已故，这侯门是不是也太……也许是大家都在忙夫君的后事，没顾得上吧。对，确实是一时没顾上。我们怎么会扣弟妹的嫁妆呢？那大嫂什么时候把嫁妆还给我呀？李太医，麻烦你回去跟王爷说一声，就说我本来是想把那幅字画送给王爷当谢礼，现在嫁妆不在我手中，我又不能支配侯府的贵重物品，只怕只能口头感谢了。好，在下定会如实禀明王爷夫人如今的困境。我想王爷定不会……慢着，李太医，我现在就派人去把弟妹的嫁妆给清点出来，待会儿就派人给您送过来。婉晴，你拿着我的嫁妆清单一同去清点之后再抬回来。大嫂掌管侯府中馈，就不要麻烦她劳心劳力了。是，小姐。申启慈，你这个贱人，太可恨了！瞧瞧你们干的那些好事，连李太医都在场。既如此，那就先把她的嫁妆交还于他。可是，母亲，这些年侯爷和将军打点官场，还有侯府的日常开销，已经用了不少他的嫁妆，这怕是不许给他！柳若兰进门后便管着中馈，别说府中，就连他自己平时的开销也挪用沈清慈的嫁妆，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可是数额较大，怕是侯府的库房搬空了，也填不上。你我各补一半。可这是侯府的开销，怎能用儿媳的嫁妆？我不是跟你们商量，我是让你们去做。娘，我会和兰儿商量好再处理他。快走！老夫人，身体要紧啊！大夫说了，您最近经历的事情太多了，要特别注意保重身体啊！好他个柳若兰呀，真把我这个老太婆当成了傻子不成？她自个儿用了青瓷多少嫁妆，还真以为我一点都不知道吗？同样都是做儿媳的，青瓷的能用，她的就不能。哎呀，老夫人，二夫人尚在侯府，还是侯府二夫人，嫁妆就是在侯府挪了个地方放着，终究还是侯府的。你说的这话虽不错，可侯府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，我担心青瓷寒心呀。林嬷嬷，你马上去我库里取一些珍贵的药材，还有那2套镶有宝石的头篾，全都给二夫人送过去。哎，是，老夫人。去吧。二夫人，东西都在这儿了，这是清册，请二夫人过目。五老坊的东西可真像呀。东西不对，东西不对。二夫人，画是赝品。赝品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弟妹，你懂字画和古玩吗？话可不能乱说。是啊，这些东西都好端端的
怎么会是赝品？我也想不通。在我成亲第2日，我爹娘便派吴老一样样的鉴定造册，母亲也在场。是，我也在场。定是被柳若兰给调包了。弟妹，这不可能有假，难不成我偷了你嫁妆？许是你一时看错了眼。大嫂，我也没说你偷我嫁妆啊，可是我怕府里面那些胆大包天的下人调换了，偷出府去。传闻出去，说是大嫂治家不严，永宁侯府颜面尽失啊！不可能是假的，是真是假，一验便知。你要如何验？母亲，我想派人去请吴老。之前入库的时候是他验的，现在让他来验最为合理。青瓷，青瓷，不能请吴老。此事若是传了出去，我们侯府的脸面何在呀？母亲，大嫂都说这东西不是假的，那请吴老来又怕什么呢？这……二夫人，吴老来了。老夫人，侯爷，侯夫人，二夫人，不知道让我鉴别的东西在哪里？吴老，就是这幅了。我爹娘在世时曾交代我，在你60生辰时，将这幅画赠与您当做贺礼。难道这些真是赝品？东西是被柳若兰调换的？完了，这些东西若全是假的，那卖了我侯府也赔不起啊！我本有的是办法拿捏沈清子，可连皇帝都尊重的吴老来了，他一看便知真假，这可怎么办？哼，这是赝品。王爷，你要是担心王妃，咱们就进去看看。不行，阿紫说过不让我插手。我自然是信得过他，他自己可以处理好这件事。王爷呀，你这杀人不眨眼的摄政王，你怎么惧内了呢？3个月之前，林尚书让我到他府上去见画，我在他那里见到了真品。那吴老可否帮我查验一下这些东西？这些都是我的嫁妆，更是我爹娘对我的爱，是我对他们的念想。万万没想到，他们在府中可能被人调换。好，赶快去！我说的错。是老夫人。老夫人，侯爷，这都是赝品啊！不可能，我明明没有调换这么多。夫君，不是我没有。老夫人，侯爷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打理库房的陈伯自枪了。什么？这是陈伯留下的信，信上说他调换了二夫人的嫁妆，如今事情败露，他只能以死谢罪。这个老贱奴，将他碎尸万段，扔到乱葬岗去！爹，娘，是女儿不孝，护不住你们留给我的东西。弟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寻回物件。若寻不回的，我按价补偿给你。怎么能这样？这东西是陈伯偷的，又不是我。陈伯死的突然，我们还是报官吧。不能报官。庆子啊，家务事没有必要告到官府，商量着解决，你看行不行啊？既如此，那便这样吧。赝品造册写清楚，怎么追回，或者原价赔偿，立个字据，吴老做见证。青瓷，没必要这样吧？咱们都是一家人呐。我的嫁妆放在库房都能被人调换，不立字据，我实在是不放心。青子啊，你说我们这事儿没得商量，您不用再劝。
要么立字据，要么报官。老夫人，侯爷，若不需要老夫做见证的话，那老夫就告辞了。太后娘娘在宫里还等着我给她讲民间趣事呢。母亲，侯爷，我也不为难你们，我自己去报官。什么？青瓷？侯爷，不必勉强。不勉强，我们立字据，先哄着他，不要把事情往外闹。只要东西还在侯府，就算是用家产换回来，迟早也还是我的。青瓷，我们已经签过字了，你看一看。贱人，让你先得意又如何？迟早东西还得还回来。母亲，儿媳身体不适，就先回房休息。你去吧，你不用担心，这里有母亲和你大哥盯着，不会再出差错。那我谢过母亲。婉清，替我送送吴老。请。事情闹成这样，你作何解释？母亲，我承认我是动了她的嫁妆，可是我没有动那么多呀。眼下最重要的是要补齐她的嫁妆。按清单上物品的价格，我们需要给二夫人167300两。然儿，你出10万两，剩下的走侯府公账。你让我出10万？王爷，看吴老刚才离开时的表情，事情肯定很顺利。咱们现在回府。青瓷，关于你的嫁妆一事，我们能寻的全都寻回来了，寻不回来的也按价赔偿。你看看。有了老夫人了。待我肩挑两房，不管是沈青瓷的，还是柳若兰的嫁妆，全都是我的。进了我侯府的人和物，那是出不去的。可恨！为了这贱人的嫁妆，我前后花了20万两，我的嫁妆都快空了。贱人，你别高兴太早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小姐，您瞧见没有？方才那3位的脸色可真叫一个精彩，明明气急败坏，却偏又拿你毫无办法。这般憋屈的模样，真是让人又好笑又解恨。好啦，别得意忘形，小心隔墙有耳。哦。叶渊，小姐，把司库的东西给王爷送去。是。怎么王妃啊，真是聪明。小事一计，就弄来2份嫁妆，不仅彻底掏空了永宁侯府，还成功离间了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哟，没眼看，王爷又夸上了。你去请侯爷回房。是夫人。今晚我一定要迷倒他，一举得男。侯爷，来呀！可恶，贱人！顾云婷，我为了追回那些物件，我一直住在娘家。你是不是和那个贱人搅和在一起了？是不是他榨干了你，让你对我已经没有半分兴趣？兰儿，别闹了，我跟弟妹
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那样是哪样？我上次就看到你们两个在桃树下就抱在一起，你对我没有感觉，对他有感觉是吗？贱人，滚！兰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只不过我今日公务繁忙，有些疲倦罢了。你回来，快回来！累，又是累，你就一直拿这个理由搪塞我。霍云婷，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永宁侯是我的丈夫。大哥大嫂，你们在我门口吵吵嚷嚷的，这是做什么？狐狸精，你是不是趁我这几天回娘家，勾搭上了我家侯爷？你榨干了他，才让他对我提不起半分兴趣。我要撕烂你这张狐媚脸！大嫂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哦，难道你是觉得你冤枉了我，所以才行如此大礼？大嫂，快起来吧，知错能改就好。快起来！柳若兰，你这是疯了吗？非得闹得满街皆知？你还护着他？要不是他把你榨干了，怎么会让你对我提不起半分兴趣？不行，我现在才听明白，所以这大哥在床子之间不行了，对大嫂提不起半点兴趣，所以大嫂怀疑到我头上来。所以你们夫妇两个是要联手逼死我才罢休吗？你贱人，你敢打我！你贱的，侯爷不行，你就带他去看大夫，去求医问药，上我这儿来胡乱攀扯，为我清白与明节。贱人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原来是王爷来了，我还以为是叶渊。谁打我？我现在就去顺天府告刘若兰，屡次三番毁我名节，败我名声。我王府离世尚不足100日，我还在守孝期间内。他屡次三番泼我脏水，污蔑我与大伯哥有染，是想要逼死我，霸占我嫁妆吗？是弟妹，你不要激动嘛，这是个误会。事情已经闹到今天这种地步，如果不解释清楚，谁都不得安生。婉清，去请府医过来。是。侯爷，请吧，让府医给你好好看看，究竟是为什么缘由，才让您如此疲惫不堪。府医，把脉。我好得很，我没问题，我就是。侯爷，您这种症状应该是之前一段时间纵欲过度，房事不节，已严重伤及根本，才导致疲软无力、无法行房的状况啊！我这么醒来啊？那可还有救治之法？王爷的情况很棘手，恕老朽直言，希望不大。您这症状应该不是今夜才出现端倪，具体多久了？大概10天左右。突然有一天晚上，就觉得力不从心，怎么也不行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那老朽只能先开几副温补之药，若能起效，尚有一线生机；若服药后无起色，那恐怕真的回天乏术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正值壮年，柳若兰还未曾有孕，我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，难道侯府要绝后？不对，我曾有过一个孩子，一个本该健康出生的孩子，现在没了，就因为柳若兰的设计陷害。不，这不可能啊！侯爷和侯夫人，现在两位听明白了吧？是你们自己纵欲过度，毫无节制，导致不举的恶果，与我沈清思没有半点关系。都怪这个蠢妇！现在我有样的隐秘被当众揭穿，让我颜面尽失。无法行房，不举，回天乏术。跟你说了多少回，你一直疑神疑鬼，现在你相信了吧？高兴了吧？满意了吧？夫君，不是这样的，你给我解释啊，夫君！这样就想离开的？
要怎样？我的要求不多，只要你写道歉书，将你今晚污蔑我的事一字不漏的写清楚，张贴在府中各处显眼的地方。不可能！沈清子，你非要把这点家丑闹得侯府上下人尽皆知，让所有人看我笑话才满意吗？是你闹的，理应你来收场。你不道歉也行，我现在就去顺天府。你敢！来人！二夫人伤心过度，欲寻短见，把她送回屋里，好生看管。我倒是要看今天谁敢动。二夫人，请。谁敢动我一下试试？沈清子，你疯了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丞相府二小姐永宁侯夫人，可那又如何？我早与你说过，不要逼我。我一个早就不想活的人，不介意带几个人一起去死。你要做什么？你别冲动，我都听你的。迟了。你究竟要干嘛？我要你把道歉书贴在京城各处。你休想！我没有恐吓你的意思。青瓷，青瓷，好孩子，你冷静冷静啊！今天晚上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母亲答应你，明天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母亲，我实在是没有活路了，我不想活了。不，好孩子，你别这样，先放了你大嫂，咱有话好好说啊。那我最后再相信母亲一回。母亲，够了！来人，把夫人送回去休息。母亲，不要再说了。好孩子，让你受委屈了，你也回去休息吧。沈清子越来越难掌控了。柳若兰身后是丞相，如今婷儿又身体有恙，为了稳定丞相那边，青丝是留不得了。怎么是你啊？王妃劳累了，这又是打又是骂的，渴了吧？来，喝水。王爷，还是叫我沈姑娘吧。嫁妆都送到我那儿了，叫王妃并无不妥。东西我都置放在这个宅子里，得空了叫叶渊带你去看看。王爷，我不能收你的宅子。这个是我的聘礼之一，你给嫁妆，我给聘礼，不收，这是要反悔了。不，我收，不反悔。找机会让叶渊露出明面，直接守在你身边。好。王爷，你腿疾犯了，我略懂些医术，可否让我给你检查腿疾？好。王爷，麻烦你了。王爷，把我当大夫就行。除了无期，这辈子我都不想当你有别的身份。王爷，可有知觉？没有，就感觉骨子里在痛。现在呢？你怎么会医术？父亲和兄长行军打仗，免不了会受伤。我少时就找大夫学了医术，想着如此也能为父亲和兄长做些事。后来在军营里认识了一个朋友，
他有腿疾，我就学了。阿土，以后啊，你的腿脚我来给你治，保证让你站起来。阿土，阿土，阿慈，爹，阿土呢？阿土，他跟着你大哥去支援南疆了。哦，你有腿疾的朋友？一个军营里认识的朋友。那他原来阿慈还记得我。他后来去支援南疆，再也没回来。太好了，按现在的检查结果，王爷的腿疾我能治。真的吗？如此就有劳王妃了。王爷的问题只需要做一个矫正手术就可以解决。王爷的腿伤是打仗时伤的吗？这腿伤治得很高明，看着残了，但只要小小矫正就能很快好起来。恐怕这是楚继臣有意为之，故意让人对他放松警惕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继臣，你太过优秀，朕睡不安稳。我若不能打消父皇的猜疑，那些追随我的人都将万劫不复。来人，宣太医，好好正正骨。当年遭先帝猜疑，我自断腿骨，后来为了掩人耳目，让李太医特殊处理了。只是年月久了，李太医说现在很棘手，王妃有办法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我一定会让王爷重新站起来的。王爷，江南突发水患，陛下召王爷入宫商量对策。知道了。前世江南水患，受灾严重，百姓流离失所。王爷，不知我捐一份嫁妆，能否换一个县主的封号？我在想，有了封号傍身，他们不敢太过分。好，这事情交给我，我明日就让人送圣旨过来。多谢王爷。婉晴，叶渊。小姐，这办法好。再找一批可靠的人，天不亮我就要全京城的人都知道霍云亭布局。柳若兰污蔑帝妹，婆母和稀泥，借养病为由，把寡妇儿媳关在后院。大夫，如何呀？侯爷之症在下无能，没办法治疗。告辞。快，下一位！下一位！下一位！哎呀，无能为力呀！不用再劝大夫了，我可丢不起这个人。母亲。你不要叫我母亲，我没有你这个不争气的儿子。你看看你最近和柳若兰干的这些好事儿，把我侯府的脸全都给丢尽了。母亲，息怒。当初你要顶替你大哥的时候，我就不同意。是你说是为了侯府好，为了借丞相府的事，可你胡闹啊！母亲，你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？都事已至此了。青瓷怀的可是个男胎，可却被还有
娘的孩子，你说你怎么能把月娘推出去，给那个柳若兰顶罪呀你呀！我的2个孙儿啊，还有那些财物，不行，我们牺牲这么多，一定要从丞相府那里得到我们应得的东西。娘，那明日真的要让柳若兰满府张贴道歉书？先拖一拖。最近我看青瓷那丫头有点不对劲，如今我们侯府所有的财富都用来填补她的嫁妆，先观察她几日。倘若她果真有问题，那我们就只能……还有半个月。王爷，怎么还有半个月啊？王爷，什么半个月？还要再等半个月，本王才能够名正言顺的把此娶进门。不对，子时已过，那现在只需要等14天。王怎么还有14天？哎呀，他就非要给霍云战那个死人守孝100日吗？我的祖宗王爷，你这恨娶的心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看什么看？小姐，侯夫人并没有张贴道歉书。意料之中，他们把我当摆设，可我偏偏要做刺猬，扎他们一手的血。叶渊，圣旨快到了，马上就会到。走吧。该死的下人，谁给你们挡住了二夫人的路？让开！二夫人，您身体有恙，需要在府中好好休养，不能外出。是休养，还是软禁我？是我婆母的意思，还是侯爷和侯夫人的意思？你这是要去哪里呀？母亲说今早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，这都晌午了，我也没等来一个满意的结果。看来这侯府是不讲理的地方。既如此，那就去找一个讲道理的地方。我要出府入宫，敲灯闻鼓上金銮殿，问问陛下和文武百官，我所遭受的是不是活该？我看你是疯了吧！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，你们怎么回事？这样啊？你看怎么回事？二夫人受打击过重，精神错乱，把她关起来。是。侯爷，大家没有听错吧？你命人绑将军夫人，还要把她关押起来。郑公公，您听错了，我不是。哎，侯爷，你刚才叫的那么大声，大门外的人都听清了。你现在当众否认，是觉得郑公公耳聋眼瞎，好糊弄吗？郑公公，我不是。侯爷，让府里的人来这里接旨吧。哎，还不快去请老夫人和夫人前来接旨！劳烦郑公公走一趟。正厅里备了香案，不如一步。老夫人就在这里宣旨吧。这道圣旨啊，是陛下特意下给征西将军夫人，给他的。征西将军夫人沈清慈跪接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征西将军夫人沈氏清慈，淑慎端良，忠君爱国。昨日为江南水患的百姓倾尽嫁妆，为他们捐款重建家园，为彰其之功，颂其美德，
朕意已决，封沈氏青瓷为乐安县主亲此。什么？他把所有嫁妆都捐出去了？楚继臣这么快就帮我把捐款送出去了，现在这封县主的圣旨一定也是他的手笔。那是我侯府所有的财物啊！那是我的钱财，沈清慈你怎么敢？我的8万两，还有那换置物品的12万两，足足20万两呀，竟被这贱人拿去捐了。钱财尽失，你们肉疼了吧？小小一计，我掏空侯府和柳若兰的嫁妆，我坐拥2份嫁妆，捐1份，留1份，完美。臣妇接旨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乐安县主，快请起。此番陛下还封了几位诰命夫人，陛下有旨，请夫人和几位新晋诰命即可一同入宫谢恩。公公，有什么提点吗？对了，陛下还有些赏赐，待夫人入宫谢恩之后，一并送到府上。婉清，郑公公，我和我母亲还有侯爷、大嫂，还有件重要的事要商量，不会耽误公公太久的时间。咱家等县主。大嫂，道歉书写了吗？哎呀，母亲，看来大嫂是没写啊。既如此，那我进宫面圣也不知道能不能管住自己的嘴。青瓷啊，面圣是大事，等你归来之后再处置这件事情，可好？看来母亲是不怕儿媳入宫后求陛下主持公道。既如此，那就算了，我也不好让郑公公等太久。我们走。青瓷，等一下，母亲还有何吩咐？若兰，你马上去写道歉书，让人张贴在府中各处。母亲，我……兰儿，你听话。我已经按你说的贴好道歉书了。二小姐，相爷和夫人让你立刻回相府。爹娘找我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宫中淑妃娘娘出事了，在娘娘寝殿中发现了一个巫蛊娃娃，娃娃身上写的是陛下的生辰八字。陛下气急败坏，已经下令把淑妃娘娘打入冷宫。怎么会这样？相爷也受到牵连。二小姐，快回府一趟吧。好，我们这就走。淑妃是柳若兰的姐姐，叶渊说上次柳若兰打我一巴掌，楚曦臣就让柳相金马摔伤。这次柳若兰羞辱我，淑妃就出事。巫蛊娃十有八九又是楚曦臣的手笔。小姐，淑妃出事，会不会是……婉清，公公，我们走吧。这一个两个的，没有一个人把我这个婆母放在眼中。你，淑妃出事，你赶紧派人去打探打探。是娘。谢什么恩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一群嫁了人的老女人，耽误朕去陪美人玩耍。这就是那位传说中沉迷酒色、荒淫无道、不理朝政的少年天子，果然荒唐至极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不免礼了，起身。谢陛下。你是哪家府上的？抬起头来。回禀陛下，臣妇霍沈氏，乃征西将军霍云战之妻。霍云战，朕记得他死了有些日子了吧？陛下，征西将军于2个月前战死沙场的。寡妇啊，哈哈哈，那感情好啊！
陛下这是什么意思？这眼神让我有种很不安的感觉。陛下，陛下，出事儿了！这王昭仪和胡昭仪打了起来，王昭仪的肚子撞在假山上，腹中龙胎小产了。什么？小产了？朕去看看。小姐，按王爷意思，属下以丫鬟身份跟小姐一起回侯府。好。二夫人，侯爷和老夫人，请您过去一趟。今日宫中发生的一切，我已有耳闻。陛下一眼相中弟妹，得知弟妹是新寡身份，就格外的着急。你可真是好手段啊！这勾引男人的本事，是1等1的好呀。他要是攀上了陛下那些填补嫁妆的财物，岂不是更无还回来的可能？他若入宫为妃，那不是事事压我一头？我还得跟他行礼请安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陛下乃九五之尊，他看上我又岂敢不从？听闻陛下好色，我不想入宫为妃，但陛下若强行召我入宫，我也……不如侯爷，你肩挑两房吧。这陛下总不能强夺臣妻啊！我以前是想肩挑，但现在陛下看上的人，我还敢纳入房中，那就是在找死。我同意侯爷肩挑两房。闭嘴！你又在这里胡乱传口什么？你昨天还在说我勾引侯爷，今天就同意侯爷肩挑两房，难道你是觉得侯爷不行，膝下无子？今天下来叫你回府，应该也是给你安排好了万全的退路。你，他刚刚说的可是真的？不是这样的，夫君。柳若兰，你可知我变成现在这样是因为谁？你却在我出事的第一时间，想着如何抛弃我另寻高枝是吧？不是的。你做梦，我是不会合理的。我要将你死死拖在这侯府之中。好啊，你出了事就怪我，是我强迫你在床上不知节制吗？是你自己不行，你自己软。你这个贱人，走！你放开！娘，你找我？你怎么突然对柳若兰下手啊？淑妃的事情打听清楚了没有？柳相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？陛下大怒，淑妃被打入冷宫中，柳相自请辞官。不过陛下现在还没答应柳相的请求。你有何打算？娘，柳相之前答应我的太仆之位，现在怕是难了。这柳相是指望不上了，那我们就另再找一个更硬的靠山。此事不能冒进。儿子明天就去找郑公公打听一番，看看陛下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了他。另外，柳相这边情况尚未明了，你呀，待会儿跟若兰和他道歉解释一番。我们现在还不是得罪他的时候。好，儿子知道了。王爷，王妃刚给你做了矫正手术，嘱咐您要多休息，公务还是明天再处理吧。要你多嘴。王爷出事儿了！乐安县主今天入宫面圣谢恩，陛下看上他了。处理完王昭仪小产的事后，陛下又想起了乐安县主，已经吩咐永宁侯今晚就送人入宫。陛下真是贤令长啊，精准的在王爷的禁区中蹦跶。是本王让楚萧的日子太好过了，让他忘了自己是怎么登上位。
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本王。立刻跟我一起去永宁侯府。把这个想办法给楚萧服下。王爷，听令行事。放心，我现在还不会让楚萧死的。是王爷。侯爷，人已经迷晕了。霍云婷，你放迷药，究竟想要干什么？青瓷，别怪我心狠手辣，要怪就怪陛下看上你了。如今这柳家大抵是指望不上了。我如今只有将你送上龙榻，陛下今夜一定会龙颜大悦，定会嘉奖于我。死渣男，原来你打的竟是这样的算盘。来啊，把他给我用被子裹上，抬走。阿紫，王爷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就是没想到他会做这么恶心的事。他是人渣，畜生不如。阿紫，你想给他一个怎样的教训？他想利用我讨好陛下，那我偏不如他意。我想到一个好办法，来，没事，坏。行，就按你说的意思办。我们到屏风后面看戏。好。你在外面候着。美人儿，朕来了。朕今晚一定好好宠幸你，让你此生难忘。让我看看，让我听听，这么精彩的还真会有事难忘。调皮，阿慈，这一刻又看到了你年少时调皮可爱的样子。怎么肌肤如此粗糙啊？霍云婷，你是个狗东西，你敢欺辱朕，你找死！我这是在哪里？好东西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陛下，敢爬朕的龙床，羞辱朕，去死吧！陛下，去死吧！陛下！陛下！啊！陛下！陛下！陛下受伤昏迷，快传太医！快传太医！传太医！永宁侯，你很大的胆子，竟敢刺杀陛下！王爷，王爷，臣没有，这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呀！本王方才都已经看见了。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，关进天牢。不是我，王爷，臣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臣也只是奉旨。
王爷，陛下的情况如何了？是昏迷还是……我让郑公公给他喂了药。总之，在我们成婚之前不会醒过来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他于我而言，倒是一个不错的傀儡。对了，王爷，你的伤口可得注意了，这又崩开了。为沈家昭雪的证据，我已经掌握不少，只是在等待时机，给霍云亭他们再设局一回便是。你搬到我府上吗？你担心我的恢复情况，还不如直接来我府上。王爷助我不少，而我与他已有婚约，他的腿刚做了矫正手术，有我这个大夫照顾，的确更为妥当。好，我回去之后就搬出侯府。就搬去我给你准备那个院子。王爷，我不想我们日后成亲，却被人反过来制造舆论，说你我早有首尾，平白污了王爷的名声。那你想怎么做？我想让大家都知道侯府做了什么样的恶心事。好，你想做什么就放手做，你身后有我，出什么事情我都替你顶着。难道他是真的喜欢我？沈清子，你是真敢想呀！人家是权势滔天的摄政王，怎么可能会心于二家之身的你？王爷，天亮了，我回去搬东西了。王爷，我走了。阿紫，你什么时候才能认出我就是阿土？青瓷，沈清子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为何不在房中？昨晚婉清身体不舒服，我在她房里照顾她，累了就趴在床边睡着了。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云婷被抓进天牢，是不是你做的？母亲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昨晚你不在房内，云婷便出事了。事情怎么会这么巧合？一定是你干的！母亲，我实在是听不懂。叶渊，婉晴，我们走。你不许走！等陛下醒了，你立刻入宫，求陛下放了云婷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当初沈家满门获罪，按律当诛时，我儿提前将你这个罪臣之女娶进府，保全了你的性命。我们霍家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难道就不该报答我们吗？救命恩人，荒谬，可笑。入宫之后便是嫔妃，你往那一躺，只需承宠便是，又没吃什么亏，你装什么贞洁烈女？我本来想着守孝100日之后再走，可你既然要把我献给皇上，那可见你们也没有在意守孝这件事情。那好，即日起，我与你们永宁侯府恩断义绝。我们走。你走不了。那你就睁开眼睛看看，我走不走得了？你走不了，把他抓起来关进柴房。沈清慈身边怎么会有这么多身手厉害的人？
难道他们是传说中的沈家精锐？好啊，你早就对我们有防备了，是不是？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你们卑鄙无耻，怎么好意思说我忘恩负义？你，我们走。贱人，贱人！早知如此，当初我就不该让战儿娶她，就该让她和沈家人一同去死啊！老夫人，现在侯爷被关在天牢，沈清慈又跑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快和我一起去找柳若兰，让她带我去见柳香。小姐到了，你怎么来了？今日是你离开永宁侯府的日子，我当然不能错过。走吧，去看看你的屋子。在你答应嫁我的第2天，我就让人置办了这个院子。这么早的时候，你知道？他的眼神像是一把火，你先看看，还有什么要添置的，直接让叶渊去置办就好。王爷啊！王爷，出事了，天牢失火了。什么？天牢失火了！王爷，那人刚进天牢，天牢便失火，这火一定是有人故意放的，趁机救走的他。侯想到一起去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该死的人活不了。王爷，听说今天霍云亭逃到城门口，被追兵射伤后下落不明，这个霍云亭是假的吧？的确是假的，真正的霍云亭已经被柳巷所救。柳巷？我倒是小瞧了柳巷，没想到人被他藏得死死的。我安排假的霍云亭露面后，放出消息，说是柳巷救的人，把他救走，就是为了让世人都知道，是柳巷放走了朝廷钦犯。可是霍云亭已经彻底不行了，对柳巷也没有用了，为什么柳巷救他？为什么不一把火直接把他烧死？因为你们沈家，在你离开霍府之后，霍老夫人和柳若兰找了柳巷，说你是由沈家旧部护送离开永宁侯府的。难道霍家背后的人是丞相？可是我朝丞相不得手握兵权，他想要兵权，所以借此控制了霍家。没错，传闻沈家秘密训练了一支精锐队伍，沈老将军就是靠着这支精锐之师打了无数次胜仗，且他们藏身之处还有缴获的巨额财物。这完全是子虚乌有。沈家手握兵权，功高盖主，早就遭皇帝忌惮，被抄家灭门也是迟早的事。难道在这背后的人是皇上？我猜到这件事情和他有关，但以我对他的了解，柳巷和永宁侯府当初陷害沈家的时候，必定是得到了他的首肯。我想过背后的人身居高位，但却没想到皇上也在其中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沈家一定会昭雪。还有传闻那支精锐之师的调兵令和藏宝图，也在你手上。柳巷要救他，或许是计划让他再以霍云战的身份回来，就是为了藏宝图和调兵令。原来他娶我是为了藏宝图，还有调兵令。霍云战是为了调兵令和藏宝图，那楚西尘呢？阿次你在想什么？阿次在想，霍云战娶你是为了调兵令和藏宝图，那我是不是也一样？我不知道沈老将军到底有没有私自招兵，
我有。我不仅囤积兵马，而且我训练的兵马比沈老将军那支数量多出数倍不止。这种事情是可以光明正大的说出来的吗？如果阿紫想看的话，我明天带你去看看。我的事情全部都可以告诉你。就不怕我说出去啊？我坚信，只要我不背叛你，你就永远不会出卖我。王爷，你的眼睛我有种很熟悉的感觉，真的很熟悉。站起来，男子汉流血不流泪，一点小伤算什么？我爹说过，军营里最看不起的就是孬种。你虽然腿脚不好，但只要肯努力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用实力让他们闭嘴。来。你不是总想知道我们之间的交集吗？我现在告诉你，人皮面具。阿土，阿土，是我就是阿土。当年我被先帝忌惮，只得自断右腿。沈老将军怕我自暴自弃，便让我化名阿土去军营，亲自教我兵法。怪不得我当时问我爹你去了哪里，他一直都不肯告诉我。当时随你兄长去南疆支援后，便留在那儿。后来先帝驾崩，我本是要回京，却被一场无情的战事延后了。如果我没延时回京，或许今天就不会，我也一定不会让你嫁给霍云战。这是我搜集的刘霍两家证据还有账本，我都一并交给你。阿紫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沈家昭雪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会把霍云战钉死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好了，王爷，我扶你起来走走试试。阿紫，我想自己试试。好。小心！不错不错，不过就是不能久站，先用轮椅代步，每天抽空先练习，慢慢来。好，我听王妃的。王爷，宫中有要事。好，我去看看。小姐，外面有人自称是霍将军，说是来寻你了。谁？青瓷，青瓷，我是霍云战的，我是你的夫君呢。侯爷，你别装了。青瓷，我真的是霍云战，你我夫妻一场，我可是记着。你的腰间有一个红色的桃花印记，每次我们亲热时，我最喜欢亲吻你居然会武功！你嘴太臭。
居然会武功！你嘴太臭。武功竟如此高，远在我之上。莫非这就是那只精锐之师的人？目前说的没错，沈清慈手中果然有调兵令。你根本就不是霍云战，而是永宁侯霍云亭。青瓷，我真的是……我是征西大将军，我大难不死刚回京，你们围着我要干什么？来人，把朝廷钦犯霍云亭抓起来！王爷，我是霍云战，我不是我大哥，我刚从边关回来，我要见圣上。我就是来带你去见陛下的。哦不，应该叫先帝。霍云亭，你刺杀陛下，导致陛下昏迷多日，陛下就在刚刚已经驾崩了。你犯的是诛九族的大罪，这不可能！皇上怎么可能会驾崩？汝明皇帝驾崩了，可储气臣之前不是说傀儡皇帝还不能死，等我们成亲之后就让他醒过来吗？难道是已经有了为沈家昭雪和储奸臣的所有证据？拿下！是。放开我！不是我杀的！婉清，王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楚萧昏迷中，被妃子一剑刺死。你想安心在家，这件事我们日后再说。走吧。小姐，天大的好消息！叶落传来消息回来，说是柳下和霍家的罪证确凿，摄政王下令抄了柳霍两家，现在他们全部被打入天牢。沈家通敌谋反一罪已被昭雪，摄政王已昭告天下。爹娘大哥，所有忠君爱国的将士们，你们的冤屈终于可以被世人看见。你们是英雄，从未改变。走，陪我去一趟天牢。青瓷，你是来救我的吗？青瓷，我真的是云战呀，我错了，我不该答应我大哥鼎帝的，撑起整个侯府。霍云战，你别犟，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不是霍云亭，但他从不戳穿你，不是因为爱你，而是因为恨你，要报复你。这怎么可能？霍云战，真是太自负了！你以为就你了解他，他不了解你吗？刘若兰，你比他们聪明多了，只可惜眼光不好。明明知道他是霍云战，却还是把他当成了霍云亭。你猜霍云亭是怎么死的？你都知道？从你接连回来，便一清二楚。云亭怎么死的？哦，对了，老夫人应该早就已经猜到了吧？毕竟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的亲生儿子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你不要说。果然，你早就已经猜到，是他杀了霍云亭。霍云战，是你杀了云亭！你这个恶魔，你不是人！刘若兰，你以为自己算是什么好女人吗？你明知道我不是你的夫君，却要缠着我夜夜笙歌。如果说我是恶魔，那你就是贱人。若不是你，我霍着不会断子绝孙。不对，孩子是我自己留的。
而你不行，也是我下的药。什么？为什么？这可是你的孩子，你为什么？因为你们霍家作恶累累，因为你们害了我沈家，害了忠君爱国的沈家军。如果上天不给你报应，那我来给。报应啊！这是报应啊！我们走。报应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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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啊！救命！救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小姐，你快跟我去看看。我也是在这里打扫，才发现这屋里的东西。这是……这些是我给你的聘礼。阿紫，我楚继晨，阿土，愿在此立誓，今生今世，只娶沈清慈一人为妻。阿紫愿意嫁给我，相信我，和我一生一世，一双人吗？我愿意。若唯有一人可度飘摇风雨，流离的归处是你。若唯有一人顾我夙夜长鸣，此生的恩人是你。愿交付的背后，交我的双手是